你喝过60元一瓶的白开水吗？我在尼泊尔喝过。如果是在其他情况下，一定会感觉自己被坑了，但是在尼泊尔卢卡拉，感觉好像又没有被坑。这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何如此特殊？我身后就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啊，尼泊尔的卢卡拉机场。其实不玩户外的人啊，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卢卡拉这个地方。卢卡拉就是非常著名、非常经典的户外徒步路线 EBC 的起点。EBC 就是尼泊尔境内的珠峰大本营啊。卢卡拉这个地方呢，这个小镇其实也可以叫做小村啊。目前为止，它的交通都是非常闭塞的。作为外地人或者是游客想要来这里，唯一的方式就是飞机。尼泊尔是世界上高低落差最大、最急剧的国家，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部是恒河平原，整个国家如同是挂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山多平地少，交通非常不便。在被称为基建狂魔的邻国早已实现村村通驶，尼泊尔依旧存在着很多的陆路孤岛，至今不通公路。在21世纪的今天，陆路孤岛上的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像我身后这个房子的房顶上有一排的这个太阳能板。这个小镇上我现在在这待了几天，每天晚上都是没有电的就是其实，在尼泊尔整个国家都是电力供应非常短缺的状态，而且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偏远、非常闭塞的小地方，所以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这种太阳能设备一到晚上都是需要这个太阳能。其实去年我也去了咱们国家境内的珠峰脚下的一个乡叫扎西宗乡，相比于国内的其他的地方扎西宗乡的条件应该算是比较艰苦的了，但是对比这儿来说也是好很多了，至少电力供应什么的都是充足的。From other city, how long this will take? 3 days. Come here. 这罐气在这个地方卖3500卢比一罐也就是折合人民币的话100多块钱。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可能不算贵在中国可能价格也差不多，但是对于那个尼泊尔的人来说，就是确实是很贵的了，因为在当地平均人均收入是500块钱一个月，也就是买一罐气的话，就要花掉大概1/3的一个月的工资了，所以是非常贵的。他们这边这些气呢，就是从附近的另外一个城市能够有陆路交通的一个城市，人力把它背过来的要徒步3天的时间才能把气背到这儿，所以说这个气在当地来说真的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他们当地人用起来也是都舍不得用的。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感觉越奇幻，这里如同平行存在着2个不同的世界。一方面，这座陆路孤岛是世界级徒步路线 EBC 的起点，每年这里都会接待无数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徒步及登山爱好者。另一方面，因为闭塞，本地人的生活简单又艰难，简直不像存在于这个时代。我在这家商店门口就看到这个老板这小狗冲过来了，他们在用这个太阳能板在充这个应急灯。到了晚上的话，因为晚上经常没有电嘛，所以说这个应急灯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了省电就是白天就得用太阳能板把它给充上。然后刚才我还看到了一位阿姨她用这个太阳能板给她的手机在充电所以说在白天这个光照充足的情况下一定要把电给充足，不然到了晚上真的就是啥都干不了，感觉一夜这些狗狗感觉一夜之间都回到了古代一样。镇上的主要街道上有4G 信号覆盖，酒店里有 WiFi， 好像与外面飞速发展的信息化世界接轨并行。然而一到晚上熄灯断电，仿佛又回到了农耕时代。走在这儿发现他们这些骡子运输队在这里堵车了堵骡子了，应该是他们这家商店里面要的这个货从其他的城市用骡子驮过来的，在这里就搬运了。这应该算是古老的快递方式解决了最后 N 公里的这个问题他们从其他的城市买的东西有一大部分就是从以这样的方式给运过来的。刚刚我看了一下他们背的东西有一袋里头是装满了那个鸡蛋的，应该是从附近的那个通公路的那个城市然后一直驮过来的。刚刚听人说就是人徒步过来的话得3天像他们这个骡子走过来也得是需要3天左右的时间。这里坐落着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每天机场里客机、直升机起降频繁，街道上却没有一辆车。这里所有不着急使用的物资都是通过人力、畜力运输而来。在
在这边啊，经常能够看到这样背着非常多的户外装备的那个当地人啊，其实他们就是非常出名的，叫夏尔巴人。因为这里是非常著名的这个户外徒步路线啊，基本上从这里徒步到这个珠峰大本营需要7天左右的时间，所以这一路上，徒步的人会带很多的行李和装备，但是负重的话，在高海拔的地方，普通人来说的话，负担太大了，他们就会雇很多的就是当地人夏尔巴人，帮他们把行李给背上去，这也是他们当地夏尔巴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来源，也是相对来说其他的一个打工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工作了。身后这边过去的一个就是刚刚徒步完这个 EBC 啊，然后返程的一个徒步的旅行者，他们刚刚我前面过去的那2个夏尔巴人呢，就是背着他们的行李啊，看上去这个两者走路的这个步伐速度上就能看出区别了。刚刚那2个背着很重的行李的夏尔巴人走得很轻松很快啊，就老远走在前头了。然后这个后面的这个徒步的人，他背的行李很少啊，但是他感觉已经非常的虚脱的这样状态了。所以说夏尔巴这个珠峰背夫的名号真的是名不虚传。徒步珠峰，登顶珠峰，是多少人一辈子的梦想，花费重金，悉心筹备，只为一睹珠峰芳容。而对于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夏尔巴人，这不过是一份工作。由于天赋异禀，他们举重若轻，身背重物也能行动敏捷。One donkey will carry 60 kilo. 60 kilo. Oh. One side 30 kilo, Yeah. one side 30 kilo. Everything you shop is all come here from. No. No. Mostly vegetable come from transportation by plane. Oh. By plane we have to pay nearly $1.20 per kilo. Expensive. Too expensive. Because there is no road transportation here. Yeah. That's why everything is expensive. Every shop, vegetable, foods are from Kathmandu. Yeah. By plane. Yeah, ma'am. Do you know in Nepal, many city like Lukhara, Yeah. many city like this. Yeah. No transport. Only that by Donkey, animal. animal Yeah. plane. Yeah. No road. No road. Okay. Everything is difficult here. Because of the COVID-19, Yeah. more difficult. Yeah. No tourist, Yeah. no sales. Yeah. Everything is Hard. business is down. You're from which country, ma'am? China. China? Yeah. Before the corona, many Chinese here. Yeah. Now it's too much difficult to work. Not easy. Not easy, ma'am. 这世界上大概所有看上去如同世外桃源般的地方，都过着看上去美好却艰难的生活。生活从来都很公平，也很矛盾。外人眼中的超然物外，不过是当地人想要奋力逃离的困境。这并不是什么平行世界，不过是参差的世界。